巴菲特曾經投資過台積電，但他很快把它賣掉。他賣掉的理由不是說他覺得台積電不好，他說台積電是一個很棒的公司，但我不喜歡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兵凶戰危，是有一個我不可測的風險，所以我把資金給挪出去。可是當巴菲特把台積電賣掉之後，你就看到台積電一路的水漲船高。我們看到了吳家龍在他的臉書裡面特別提到一點，是在5月21號之後，台灣的整個成交量巨幅的放大到每天都上兆以上，而且最高來到了 1.8 兆。如果以台灣的資金來講，絕對不會有這麼高的水位，絕對不會有這麼大的動能。如果今天可以達到 1.8 兆，代表一定有很多的外資蜂擁的進到了台灣來，那非常有趣啦。巴菲特是一個對金錢、對股市、對經濟非常敏感的人。如果他覺得台灣是一個兵凶戰危的地方，那現在為什麼我們又看到這麼多的外資蜂擁而至的進到台灣？難道台灣不危險了嗎？難道台灣已經脫離了兵凶戰危嗎？他們另外就是我們看到台灣有人講說，台灣不要選邊呢，在中美兩大國之間，我們要幹嘛？風吹兩頭倒，我們要幹嘛？我們要都切豆腐兩邊光，兩邊都要示好。但真的可以做到這樣嗎？你現在看到一個例子，鄭麗文這一次去到了美國，受到非常冷淡的待遇。我們看到國民黨的副主席蕭巨陳曾經講說，今天台北這個 AIT 的台北辦事處的處長古立言，不過就是一個科長級的人物。結果這一次我們看到了鄭麗文到了美國，你最高見到的就是科長級的人物。那現在美國做這樣的一個動作，它到底代表什麼呢？當然討論這些，我們今天就特別邀請了總體經濟學家吳家龍來跟我們好好聊聊。家龍你好。寶傑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那家龍在你的臉書裡面特別提到一個關鍵的哦，他說台灣本來以為大家都非常的兵凶戰危，覺得這個地方不安全的，所以呢，巴菲特本來投資了台積電，很快就把它賣掉了。可以說現在狀況已經不一樣了，而你說這個狀況不一樣了，外資也看懂了。你特別提到了一個數據，在5月21號之後，台灣的整個成交量從8000億、9000億一直放量到上兆以上，甚至最高來到了 1.8 兆。那外資是絕對的蜂擁而至。你說這已經根本的改變了台灣的國際地位跟地緣政治了。你做了一個很敏銳的觀察，就是從巴菲特當初拋售台積電開始，當初台積電被他拋售的價位在500-600之間，那毫無疑問他這個決定是錯了哈。可是巴菲特的賬戶是從日本那邊賺回來，他台積電沒賺的，因為他的錢轉去買日本的5大商社，就是全部是軍事工業概念股哈。那這個其實也不是巴菲特有遠見。應該說他有，就是某種程度來講，他有內線。他知道華盛頓那邊的人告訴他，美國準備讓日本的地位提高，對日本的軍事看管鬆綁，讓日本的軍事工業先復活，所以他去壓住日本的軍事工業。因為地緣政治風險這個說不通，台灣有地緣政治風險的話，日本馬上有一樣對，所以他其實是重新布局，從台積電跳到日本的軍工，對，然後他借日本的資金在日本投資。所以就他的操作來講，他是有賺的啊，但是他對台積電的說法是不那麼牢靠，不是那麼 solid 哈，就是因為台積電的地緣政治風險其實是下降。我們現在講一下這件事情發生在5月15號，川普離開北京之後，外資忽然間看懂了，因為川普自己也透露，他說在我任內，習近平應該還不會打台灣，我卸任後就難講了，這樣講啊，然後這個意思就是說，川普這一任會確保習近平不會在台灣這邊做軍事冒險。那實際上，習近平現在也還不急着做這個動作。為什麼？因為他要鞏固軍事對軍方的控制，他對軍方大清洗，他不能說派一個將領來當前敵總指揮，然後這個前敵總指揮不是他的人，那不行啊。所以短期內的確，習近平要整頓軍方嘛，重新布局。然後呢，而且他現在也查出一個問題，就是那個委內瑞拉跟伊朗用的那個中方的雷達防禦系統那些偵測失靈都不能用，就算是沒有故障也被美國破解，就是說美國你沒有辦法對付美軍啊。那這個問題查哪裡呢？裝備部總裝備部就是誰？張又俠。所以呢，1月初的時候，1月5號、6號左右，馬杜羅被抓以後，到了1月下旬，習近平終於忍不住了，對張又俠開刀。對，就說你這個總裝備部在搞什麼？你這樣子的話，武器系統，中國的面子不但丟光，全部都不堪用。對，丟光，而且到時候美軍怎麼辦？你怎麼應對美軍？
所以他也知道這樣的系統、這樣的武器系統根本不足以打這個對台海的戰爭。所以呢，從這個角度來講，他也必須再花2-3年重新整頓。所以外資忽然間看懂，台灣的地緣政治風險在川習會之後是下降而不是上升。既然台灣的地緣政治風險下降的話，台灣的基本面就是晶片跟 AI 的供應鏈重心，當然就凸顯了嘛。所以外資馬上看懂了嘛，資金進來。因為我們台灣這邊的交易的話，你如果到7000億、9000億很好了。以前的話，上個5-6千億，大家就很開心了嘛。5-6千就不得了。對啊，你到了最近有一陣子到7-8千億、7000億、9000億很好了。你上兆的話，我說奇怪，那哪來這麼多錢？對，那只有一個解釋嘛，外資進來。那外資進來的話，我發現從5月21號站上1兆的交易以後，每天都上兆，每天上兆，不是說偶爾露個頭哈，不是。所以這個很明顯，外資對台灣的那個大局有了一個新的判斷。而且這你要講啊，從5月21號開始，不管漲。不管跌，不管大漲，不管大跌，它的每天的成交量都在1.1兆以上，都在1.1兆到1.5兆之間。對，所以我們抓個整數是說1兆以上嘛，哈。對。但實際上的話，就是在1兆以上在那邊震盪，哈，這個交易量在那邊震盪。那這件事情，我們的執政當局，民進黨政府、賴清德政府也看到了，所以他說18歲以下每個月花5000塊，為什麼？因為證券交易稅大豐收啊，有錢。證券交易稅大豐收的時候，你這個時候不去做一點那個對選舉有利的政策，你更待何時？那其實他們現在這個得寸進尺，想要說把那個交易時間延長到比如說下午3點還是多少？只要多賺一點，多賺一點證交稅，因為證交稅很好收嘛，又很容易收嘛，哈。就是很容易拔到這個鵝毛啊，可是他們說銀行覺得作業上會有負擔啊，延長交易的話，銀行的結算那個會有負擔。我說不用，你只要把漲跌停板的這個幅度從10%擴大為15%，對，你證交稅不就又豐收了嗎？不過這樣現在大家也擔心說，你現在比如我們最高到了46000，可是你現在一直在44000上下在震盪。台股就算我今天有這麼大的資金，每天有上兆的成交量。我能夠支撐台股再繼續往上嗎？那如果台股不能繼續往上，一直在盤的話，那這個對台灣來講，或者對台股來講，我怎麼來看待嘞？台股大盤指數來講的話，目前那個突破了歷史新高44000、45000、46000之後，現在整理一下，有一個重要的季節因素，就是現在是第二季。第二季的話呢，盤整完之後，下半年一定是衝，所以這個下半年一定會衝。對，因為就長期來講，比如3年後、5年後，做中長期來講。台股有可能會挑戰10萬點，不是4萬點，是10萬點。為什麼？因為台積電還沒封頂，台積電的國內外產能開出來之後，它的獲利會增加。已經有分析師估計它的 EPS 會從去年的66塊到將來看得到200塊。那如果你本益比合理估計是25倍，現在25倍很正常，很合理。你200塊的 EPS 乘以25不就5000嗎？你台積電到5000的話，你大盤指數怎麼可能停在5萬？不可能，5萬是絕對擋不住。所以呢，那個。過6萬的話是很可能，那甚至於已經有人估計台積電可能不是5000而已，可能還更高。當然你給他一點時間嘛。你有這麼樂觀？不是我說別人的分析師比如說很早去年下半年就有人說台積電會看得到6000，對，我說我不敢這麼講，但是我打個折可以吧？就是說如果台積電的 EPS 在2-3年內看得到140乘以25的話，就3500嘛。你3500的話，現在2300到3500還有1200塊，對不對？這個空間，那台積電漲1塊的話，大盤指數貢獻是8點嘛，那你1200乘以8是9600，我們算整數1萬點好了。現在44000加1萬點不就54000嘛？所以我說保守一點，我們先台股大盤指數有機會看到52013啊，對，很保險的。為什麼？因為5萬這是起碼是54000以上。然後呢，說不定將來台積電國內外產能擴廠出來以後，它的營收搞不好還不止200。這樣子我有一個非常好奇是，你看到不知道聯發科來台達電吶，但這我覺得接觸的投資人給他這個所謂的本益比都是到了30、40，可是為什麼對台積電的本益比都壓得很低呢？台積電本益比到現在，我只願意給你給你22的這個本益比。目前在22到25之間 ，OK。台積電的話，一定是最後的大牛哦。你現在讓它衝的話，不見得好。是啊，它一定最後將來還是會上去。你覺得會上去？但是呢，現在的話，等於在慢炒。好像呢，我們去吃那個熱炒慢炒一樣，現在慢慢的加溫，到最後它還是會上去啊。那現在的話是其他的那個科技股在帶頭衝，對，這 OK。現在問題是很多人已經看出來台積電還有很大的上漲空間，隨着它國內外產能一個
開出來，他現在在蓋的廠產能都被包走了。所以魏哲家很確信產能擴張要非常小心，因為很多廠產能擴張之後訂單沒了，那糟糕。所以台積電一定要確認說訂單將來沒問題，對，所以它一定是產能一定要落後於需求，它不產能超過需求，它糟糕啊。那所以台積電很有信心才敢這樣擴廠。現在熊本廠那邊要6個廠，日本呢，德國德勒斯登那邊也要6個廠。對，美國這邊哦，川普的要求已經是翻倍，12個廠。大概是這樣11、12個廠。12個廠。對，那所有的國內外產能一直推進的話，這個未來5年之內都還在蓋廠，還在產能擴張。所以呢，我們對台積電的估計算是正常，甚至於保守。可是我們不擔心說台積電你現在丟這麼多廠，你的資本支出太高了嗎？等於說你的資本支出把你的獲利全部都吃掉了？不是，恰恰相反。有一個問題，我先借這個機會說一下哈，就是台積電去美國設廠的時候，很多人認為台積電的成本會上升。對啊，美國勞動法規啦、工資啦、什麼員工他們認為台積電的毛利率會下降。是啊，結果現在是毛利率反而上升。其實很早以前我就講毛利率會上升，可是他在美國的毛利率只有8%，他是利用台灣的這個毛利60幾%來平衡 balance 回來的。我跟你講，真的原因，我當時已經發現說台積電去美國設廠毛利率會拉高，為什麼？因為他擠壓的對手你看台積電的對手在美國有那個產能嗎？沒有。他在其他地方有產能嗎？沒有。那所以台積電擴充海外產能，除了減輕台灣本地的土地、水電供應的壓力之外，他把這個壓力轉到外面去嘛，用外面的水電嘛，他擠壓到他的市場對手，也就是我不讓 Intel， 我不讓三星有任何擴張的機會。他的對手，比如說三星的那個晶圓代工市占率，從以前19%，現在變成多少？7%耶。對，所以呢，他擠壓到他的市場對手以後，台積電有轉嫁給客戶的能力，議價能力上升。因為他在美國的廠比台灣的廠可以貴3成左右。但是它有轉嫁能力，所以呢，你看去年的那個第4季，它的毛利率62%，今年第1季到66%，你開什麼玩笑？這哪裡是製造業？製造業哪裡60幾%的那個毛利率？所以台積電的這個議價能力非常強，它可以把成本的上升轉嫁給客戶。對，為什麼？因為它的市場競爭地位，它擠壓了對手。今天如果它的對手把它訂單市場份額搶掉一些的話，那不一樣。今天大家發現，其實台積電根本沒對手。那你去擔心台積電成本上升多餘的，為什麼？因為它可以把成本上升完全轉嫁給對手這個客戶。那 Google 把300萬顆的晶圓交給了這個 Intel， 不用擔心嗎？不用擔心，為什麼？因為 Intel 最好台積電把它供在那邊，不死不活。為什麼？我舉一個很重要的例子哈，當年在那個30年前在 PC 的年代，老大哥是誰 ？Intel 嘛。Intel 的市占率大多少嘛？80%。然後呢 ，AMD 20%。對。可是呢 ，Intel 完全有能力把 AMD 幹掉，他不幹，為什麼？他要應付一件事情，叫做反壟斷調查。這才是台積電真正的風險。對，反壟斷調查，以前美國對付鋼鐵公司、對付電話公司、對付石油公司，反壟斷調查把你拆解，這個才是真正的大問題。所以台積電如果有一個對手不死不活在那邊的話，台積電就高枕無憂。但是，所以川普要台積電設廠之外，還要去救 Intel， 當初不是要去救 Intel 嗎？還在談什麼入股啦、現金啦，還是股權什麼技術乾股啊什麼的。現在不用了，因為羅威人過去了，所以我不用救你了，你自己想辦法。現在 Intel 最近反而也反彈，股價也不錯表現。為什麼？因為它的那個老本行先進封裝技術大概有一點進展。對，那這個也是台積電的拿手。先進封裝技術是把那個晶片能夠用新的辦法把它封裝起來，這個很重要，這是台積電的競爭優勢。現在 Intel 跟上來，所以呢，台積電的話在觀察說 Intel 到底前進了多少，因為先進封裝是原來是 Intel 的強項，好，不管怎麼樣 ，Intel 只要不死不活，活在那邊的話，對台積電來講就高枕無憂。有人講說，為什麼台積電不像這個三星，像SK 海力士，它這個漲價漲那麼兇？他說，因為我現在就是反壟斷的壓力，如果我漲價漲很兇，我那個反壟斷的壓力就到我的頭上。所以你現在這麼看好台灣的經濟跟台灣的這個股市？那是這樣子哈。有人說我們在為美國人賣肝，我說平常台灣為美國賣肝。有事的時候，美國為台灣賣命，真的嗎？當然你要核算，我說這個交易核算。有事的時候，我們需要美國人那個出手嘛，那不就賣命了嗎？對不對？好，你總而言之，我們講回來就是說，台灣的競爭優勢出現一個問題，美國人、韓國人、其他國家都想取而代之。他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台灣的優勢無法複製，無法移轉。現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說，請台積電過來設廠。我說你要搞晶圓製造，你自己搞就好了嘛。你美國也不是沒有這個晶圓製造的這個底子，
你德國、日本都可以做嘛，為什麼你們自己不做？因為台積電所打造出來的競爭優勢無法複製。現在台積電敢這麼講了，以前還不敢，怕太囂張。現在發現啊，不這樣講真的不行，無法複製。那無法複製怎麼辦？就只能逼台積電去增加設廠，這是美國唯一能做的事情。所以現在這個情況，我把它說成什麼？是在半導體產業，可能還有 AI 產業，台灣在保護美國。在軍事跟外交上，美國保護台灣，沒錯啊。可是，在半導體跟晶片上，是台灣在保護美國。所以呢，你會發現很多關稅談判弄了半天，還是那個軍購方面弄了半天，美國到最後都是讓利，對台灣讓利。那個一開始的時候好像很兇，叫該讓都讓了，虛張聲勢 bluffing。川普這個老奸巨猾，到最後對台灣是很客氣的。可是講話不怎麼客氣，為什麼？他要掩飾他行動上必須對台灣讓利。因為什麼？因為他要交換更多東西。從台灣，像台灣答應給美國打造一個美國版的竹科，這是美國要的。台灣答應以後，美國就放行了。你看關稅馬上放行了。那為什麼台灣會答應？因為台積電在今年1月的時候，在等去年第4季的財報出來。去年第4季財報出來以後，發現毛利率上升到62%，獲利又穩定增加，對不對？放心。所以今年1月答應了那個產能要翻倍然後成交。台美貿易協議馬上成交，是這樣子。所以現在美國期待台灣在美國的產能能夠擴大，對不對？那必要時那些全部是軍事用途，一旦有事的話，那些全部是供應軍事用途優先。所以美國後來講，我們這邊有一個誤解，就是說那個所謂40%的產能那個問題，不是台灣把40%產能放在美國，而是美國需求的40%由美國廠供應，另外60%還是從台灣進口。它的40%講的是美國需求的，不是總生產量，不是台灣把產能拆了搬到美國，不是，是台積電在美國的產能，能夠滿足美國需求的40%。對美國來講，本來是多少？本來是要6:4，後來變成5:5，現在變成4:6。美國已經有降低條件了那對台積電來講，這些都不是問題，融資的問題也不是問題。現在台積電最主要的問題是人才夠不夠用？就是說，魏哲家有講，人才夠不夠？水電最重要是人才。對，現在是台灣的幾乎理工的學生幾乎全都被台積電網羅。現在很多那個大學畢業生、研究所畢業生找台積電的工作相對好找，因為台積電大量要用人，而且還要把比較資深的派到海外去處理海外廠的擴建，所以現在台積電忙翻了。所以是人的問題。那第二個問題才是說技術機密有沒有外洩的問題。可是呢，即使機密外洩的話，應該也還沒有辦法威脅到台積電。所以現在的問題變成說，台積電的供應鏈能不能跟上？台灣這邊的那個水，因為台灣還在設廠，台灣這邊還在設廠，沒有掏空台灣的問題。所有以前的質疑，那些怎麼親中派對那個提出疑美派的這些質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成立是這樣子。好，那你剛剛提到。每講一個台積電呢，我們完全改變了台灣的戰略地位跟我們的所謂的地緣政治上的一個重要性。那這個時候，剛剛講的美國就要把台灣牢牢的抓在手上，抓在手上的時候，本來很多人說，我現在在美中之間，我不要選邊啊，我兩邊都討好不行嗎？我兩邊都這個說都友善嗎？我不可以親美和中嗎？你說不可能，這個世界大事，中美的對抗已經是確定了。從鄭麗文這一次去美國，我覺得那個真的太難看了。根本見不到什麼人，你最高只能見到科長級的人物。美國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去羞辱鄭麗文呢？鄭麗文的事情之前我們先談一下你剛剛提到那個左右逢源、平衡外交這個問題，為什麼對台灣不適合？因為台灣從價值觀來思考這個問題，他一定要站在民主自由陣營這一邊，沒有說什麼在專制跟民主兩邊去左右逢源，沒有這種事嘛。你去看看韓國一樣，日本一樣，日本旗幟鮮明站在美國這邊，就是回到保守主義這種價值觀。然後韓國呢想要親中，結果呢現在美國是在放棄韓國。美國把薩德飛彈系統6台全部撤出然後一部分駐韓美軍要削減，不是到沖繩、關島，可能就到菲律賓北部，甚至於調到中東。現在美國是在減輕在韓國的曝險那個程度，他等於在間接放棄韓國。你韓國不聽話，我不要了那為什麼？他現在加強整個第一島鏈，就是日本9州、琉球、台灣、菲律賓到那個澳洲，甚至於美國現在跟印尼簽那個接近於共同防禦條約的那種相互進入、相互准入協定。對，所以呢，現在看起來韓國有被美國放掉的感覺。
如果韓國再囂張下去的話，美國真的說就撤了。我告訴你，現在我們講回來，就是說台灣一定是基於自己的價值觀，必須旗幟鮮明，站在民主自由陣營，這第一點。第二點，從軍事協防的觀點來講，台灣也必須站在美國這裡，因為會併吞台灣的不是美國嘛。好，然後接下來從科技跟產業角度來講，台灣應該要跟美國這邊緊密掛鈎。美國是沒有半導體製造沒有錯，但是它的半導體設計是強的，沒錯。那個前10大 IC 設計公司裡面，台灣本土有3家，另外一家博通那個也是一個姓陳的，應該是海外華人。那現在的話，那個 Intel 陳立武當然是這個馬來西亞華人，其實他們都講閩南話的，就講算是台語的。好，那可是晶圓製造當然是跟封裝測試當然是台灣這邊。那這樣的一個情況，會使得台灣在產業上也不能這個靠中國，而是要靠美國這邊，從技術級別比較高的這個地方去取得新的動能。將來如果有一天美國中國和解，台灣海峽兩岸那邊又和解的話，台灣這邊才有東西去吸引到中國大陸那邊。就看我有東西你要不要這樣子？你現在就靠向中國的結果，你反而切斷你跟先進國家的技術連結，這個不符合台灣的利益。台灣現在如果靠向美國這邊，靠向這個技術比較領先的這邊，技術前沿這邊，源源不絕取得養分。如果將來兩岸和解、美中和解，台灣有東西啊，我才有，我有東西給你啊，戰略高地啊，對對對，是這個意思。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從產業跟技術來講，台灣要往高階走然後將來才有可能說回過頭來照顧相對落後的中國那邊的產業。所以現在如果台灣導向中國，然後美國這邊給台灣切斷的話，那台灣完蛋。所以從產業來講，台灣也必須站對美國這邊。你說從價值、從產業，對，那地緣政治不用講嘛，因為台灣的那個風險來自中國這邊的那個統一的那個壓力嘛，不是那個日本、美國這邊要把台灣吃掉嘛。所以您看從價值觀、從地緣政治、從產業跟技術的階梯來講，台灣站向美國這邊才符合台灣的利益嘛。那你國民黨這邊不可能都睜眼說瞎話，說沒看到，不可能嘛。那鄭麗文這邊的情況是，他還沒有出害前，我在臉書上已經有不樂觀的那個評論了就是因為到現在印證嘛，美國就講一句話嘛，你是中共的代理人嘛，講完了嘛。對，那你來跟我談什麼？他說他是北京那一邊的人。對，第一個你是北京那邊的，這是盡興。第二個，你的論述來講，他有講一句話叫做躺平了就有和平。那英文不就做 rest in peace，RIP， 就是在講什麼嘛？美國人就講很那個。戰爭部長在那個新加坡的香格里拉會談講得很清楚，準備好戰爭，你才有資格談安全跟和平嘛。就是我想打你，我這建軍備戰，你也想打我，你建軍備戰，我們都沒有獲勝把握，不敢輕舉妄動，僵局嘛。我說僵局就是和平嘛。在和平是求戰爭而不可得的結果嘛。你沒有準備好戰爭，你哪有資格講和平那戰爭是什麼？戰爭，我跟你談和平，我透過外交努力要跟你談出一個和平解決方案然後呢，你也想，可是呢，破局的結果證明了和平絕望，所以開戰嘛，動武嘛。所以戰爭是求和平而不可得的結果嘛。那你今天要和平的話，一定要準備戰爭嘛。恰好相反，如果你是要戰爭的話，你可以大談和平方案，然後破局嘛，證明說和平破局以後怎麼辦？那只有打了嘛，只有打。所以它的原理是這樣的，這個詭異而微妙的。所以台灣為了確保自己的安全跟和平，一定要追求強大的國防，寧可有強大的國防備而不用，而不要說到時候真的人家動手的時候，你什麼都沒有，那不行。你看瑞士是中立國，整天建軍備戰，整天都演習訓練的。你看以色列小國對不對？一樣啊，整天建軍備戰的，然後反而人家比較安全，相對來講比較安全。你台灣的話現在是怎麼樣？現在是中國大陸一邊，美日軍事同盟一邊，這兩邊在台灣形成權力平衡。所以過去70年來，台灣沒有戰爭連金門炮戰都沒了。是因為大國在台灣這裡形成一個平衡，一個僵局。如果你不能維持這個僵局的話，你哪來有和平？對所以台灣有一個微妙的局面，就是你沒有東西的話，人家看不起你。台灣現在有半導體，有 AI，人家看得起你了然後呢，小國有了好東西以後，大國會想來拿走。你不可以。小國沒有東西，人家看不起你，隨時把你踹開。可是你有東西以後，大國一定施加壓力要把它拿走。那小國怎麼辦呢？把另一個大國拉過來，讓大國之間互相平衡，這是唯一能夠幫那個所謂左右平衡論的找到的那個論述。就是說，
讓境外的大國互相僵持不下，台灣才有那個和平空間。本來是這樣，但是呢，實際上呢也不完全是這樣。為什麼？因為現在就是你說的哈，美中對抗。美中對抗是全球性啊，不是只在台灣海峽對抗或者在第一島鏈對抗，它是全球性的哦。因為中國想用別的地方把美國困住，包括支持俄羅斯打烏克蘭，包括支持伊朗去對以色列動手。為什麼動以色列？你知道嗎？因為中共的戰略分析認為，你要挑戰美國霸權地位，首先要應付美國在亞洲的布局。美國在亞洲的布局就2個地方，西邊是以色列，東邊是台灣。所以他要打台灣之前，他也先動以色列，也是這樣。那透過誰？透過伊朗。所以呢，你會發現中共的布局是全球，也是全球一盤棋，然後跟美國是在全球範圍內廝殺。他用貿易跟投資去綁住中南美洲國家，因為我覺得他其實是2個地方要卡美國，一個在你的後花園，我用委內瑞拉去卡你，對，跟古巴卡你。我在中東，因為中東是個火藥庫，所以我用伊朗在中東鬧事，對，你的第5艦隊你就必須要過去。對，現在我覺得川普最妙的是，他就把你現在中國要牽制美國的2個棋子。委內瑞拉跟伊朗，我同時把你拔掉。對，現在變成說哈，美國在利用伊朗戰爭，其實表面上是針對伊朗，沒錯，但是實際上也打的是中國啊，包括能源圍堵。因為中國從委內瑞拉跟那個伊朗這邊拿到能源哈，本來是20%，可是現在整個封鎖的結果，中東的油不暢通嘛，它等於實際上哈30%到40%的能源來源受影響。對，然後怎樣應付呢？它啟動戰備儲油。先應付一下啊，估計應付過的話就可以補充嘛哈。美國知道他要這樣做，所以美國就把反封鎖給拖長。現在是美國在拖延，不是封鎖荷姆茲海峽，不是伊朗在拖。現在是本來大家都以為說伊朗拖嘛，就拖時間嘛，要把美國困住。但是千想萬想，沒想到是美國在拖時間。然後他不但擠壓中國，他還擠壓一個對象 ，OPEC。哦，美國現在是要拿下石油的定價權跟話語權。美國現在產能是2500萬桶，需求2000萬桶，有500萬桶的出口能力，他要從 OPEC 搶下500萬桶的生意，所以他如果很快結束的話，全球買家就回去中東繼續做生意了嘛，就從波斯灣出來了。可是需求端不能等啊，現在只好跟美國買油。請問你跟美國買油用的是什麼？美元結算，然後呢，你簽長約，那將來戰爭結束以後回不去，所以呢，美國在擠壓 OPEC， 然後阿聯酋。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還退出 OPEC，5月1號，對不對？那退出 OPEC 以後，美國給他什麼獎勵，你知道嗎？簽那個貨幣互換協議。這件事情很重要，很多人沒看出來。貨幣互換協議是因為石油國家本來要花什麼錢都排好了，可是最近石油收入進不來，馬上有那個現金的壓力，對不對？他到時候拿他本國貨幣跟美國聯準會貨幣互換，等於調美國現金，應付這個美元債務壓力，避免出現美元的債務違約。那就避免金融風暴，所以呢，他們這樣做以後，其他國家看了以後會跟進，到時候的話，大家使用美元的機會變多，然後就更有價值，就是美元使用更有價值。因為這幾年來我們看到了，因為中國現在是全世界買油大國，等於說現在這個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聯酋的第一個買油大戶都是中國，所以中國本來是要求說，你既然我跟你買油，我們之間就是用人民幣來計價。現在美國就利用這個方式，把你人民幣計價的這個邏輯跟這個形態，又改回用美元計價。對，但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這個所謂的價值跟地位，就更不可動搖了。對，我現在說哈，能源戰爭的背後是貨幣戰爭。所以表面上針對伊朗，其實針對的是中國，還有 OPEC， 還順便說一下北約，它是檢驗北約。其實美國自己講，我根本不需要你。可是我假裝我要跟你通過你領空，我要在軍事基地落地加油補給，然後呢，歐洲國家拒絕，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5個大國全部都拒絕。美國說好，你沒有盟友價值，他要開始考慮退出北約。將來現在還沒有具體落實，現在只是把部隊從德國調到波蘭，還沒有說完全撤出歐洲。但為什麼他真的要撤出歐洲？因為美國發現他的國債超過39兆美元，裡面有超過22兆美元是因為北約的開支。他在歐洲的安全上的開支，其實是構成他今天債務壓力這麼大。沒錯，所以他要撤啊，他要降低這個方面的債務負擔。他沒有跟你明講，但是實際上是這樣啊，所以他利用這個伊朗戰爭，既對付了伊朗，也對付了中國，也擠壓了 OPEC， 還檢驗了北約，一石多鳥。然後最後的話還保護美元的霸權地位，因為你跟德州買油都當然增加美元使用，那你跟伊朗買的話是人民幣結算，你跟沙烏地的話據說有將近40%是用人民幣結算，那你現在
全球買家不能從中東順利拿到油，所以改成到美國買油，所以美元的使用上升，人民幣的使用下降，所以簡單講，貨幣戰爭。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制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